各位远家的家人们，今天第142次搬家旅行，带大家到哪里玩呢？今天呢，带大家到新竹尖石。哇，好久没有到这边来露营了。那我今天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今天这里是马太仙境露营区的山顶区。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后面有一个水塔，所以它会一直有那个水塔的声音，马达的声音。然后这边跟我想象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我想象的山顶就是你知道可以看到一望无际这样。不过呢，刚刚我问了营主，要看到一望无际，我们要走一段小小的山路这样。然后这里有很多的狩猎场，然后也有合掌屋。等一下呢，吃个午餐之后，带大家稍微的参观一下山顶区。为什么只参观山顶区呢？因为营本部距离山顶区有2.5公里，没有办法哦。所以大家如果对其他的区域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可以搜寻一下其他人的影片这样。那姐只能带大家参观山顶区。但是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呢，我把餐桌往外推到外面来，对，那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客厅的空间。另类的大自然声音。好，我们来准备午餐吧。今天午餐先随便吃一下，干杯啦！哇，冰冰凉凉，真好喝。边吃就下。刚刚没有给大家看到，其实我在里面加了啤酒。调味啊很简单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吗？大蒜盐，这里面是有干燥的大蒜，然后海盐，你就磨。哇，好香哦！
谢。好，那你晚上你自己一个人睡那个上面呢？对啊。哦。是啊。对啊，不会。我是怕你那个。哦，那个行军床不会啦。那个是行军床，就是对，下面有一个床啊。哦，这么可爱哦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一个人就这样就很简单了。对啊。发呆哈。对，放空。这个袋子就给你装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心那边有那个蚊香，我怕你烫到。看到。嘿。来，给你啃哎，我小等，我等一下自己用。好，我写清楚哦。好，谢谢。一个回收，一个垃圾。好。吃完下午茶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天的营位配置。今天搭了球帐，然后呢，里面放了行军床帐篷，这样就有内帐啦。不过如果冬天我要烧柴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思考一下摆的方位。然后我今天因为好天气的关系，我把客厅整个往外推，这样呢，里面的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大。那现在是秋天，哇，山上的气温其实是有点凉爽的。然后我们来其他区域看看吧。山顶区的话呢，它有这个合掌屋，很可爱，这很适合2家人一起，中间搭一个客厅。然后营主一直说我是一个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有一台车。然后晚上不知道会不会有美丽的星空，因为现在云开始多起来了。然后这里呢一样是集中垃圾，所以营主刚刚人很好的分给我垃圾袋。下方呢就是狩猎帐。那不过因为我刚刚没有先请问营主我可不可以拍摄里面，那我就不要去人家内部的区域了。然后狩猎帐呢，每一帐都有配冷气，所以它其实就是豪华露营的一种啦。然后因为我今天来是连假过后嘛，国庆连假过后，所以感觉出来这是一个生意非常好的营区。然后我在猜这个门口应该是停车的区域。如果说有车子的话，然后狩猎帐呢，应该也还是要到外面来使用外部的卫浴设备。这里有提供冷冻冷藏的冰箱，不过呢是没有饮水机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带饮用水。这一区是我觉得山顶区风景最漂亮的地方。
那现在呢，山上有点微起雾，这里的海拔不太确定有多少刚刚来有太阳，还蛮热的。那现在呢，整个温度都已经降下来了。沿着营区后方的这个小路，营主说可以看到比较辽阔的景色，我们走上去看看。感觉很陡，我就不上去了。这里还有路可以上去，不过其实刚刚那个小斜坡走上来，眼前这里其实应该是会有夜景。如果晚一点雾散开，有夜景的话，我再来拍给大家看。下午茶时间，都要先检查一下麦。我把今天睡觉的帐篷搭好了。我觉得营主们真的都好可爱哦，大家都很担心我一个人，然后不敢睡。营主，这是我第142次睡外面，然后大概是第60次吧，一个人睡，所以其实真的还好啦。然后，如果你很想尝试一个人露营、野营的话，我是真的不敢。我们坦白说，用蜡烛来烤面包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就是野营的话，我是真的不敢。然后，可是如果说是你跟我一样很想尝试这样子一个人露营的话，我真的推荐大家就从露营区开始。然后，如果不想要帮营主顾营区的话，大家也可以先就是假日嘛，也可以先假日，然后就会有其他路友啊这样。对，相对其实就会安全蛮多的。不过出门在外，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，用蜡烛烤面包。我觉得这里有点可惜，就是它虽然在山顶，就是我当初会定山顶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想说在山顶，然后以为可以看到就是壮阔的山景。那不过因为它这边就是有配合蛮多的那个不用搭帐篷的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哦，就是很多搭好的狩猎帐，它其实有点像民宿的概念，只是说你就是来这边不用搭帐篷，然后我刚看有冷气，对，就是等于豪华露营的一种啦。然后价位的话，我帮大家放在资讯栏，因为我没有搭，我就没有很认真，而且我没有要用，我就没有很认真去看它的价钱。然后我的这个自搭帐的营位，一个晚上平日是700块，这也是我久违的看到700块的营位。那我其实也是出于就是700块的营区会长怎样的心态来的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。那你们也知道，其实露营可怕的不是露营区，露营可怕的是可怕的路友。好啦，有人的地方就会那个嘛。这样烤其实也蛮有趣的。我们稍微烤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是全联买的枫糖可颂，小小的。等一下吃完呢，我们去爬山好了。营主刚刚推荐从那个营区后方有一条小路，然后往山上走就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。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，今天傍晚会不会有夕阳？因为其实你爬到那个山路上面的话，是可以看到夕阳的。有人跟我一样喝咖啡怎么样都不会睡不着吗？哦，我只有一种咖啡，然后不能太晚喝，
就是那个星巴克。星巴克的话，我不可以这个时间喝，这个时间喝我就会睡不着。那其他的咖啡基本上都没有问题，就是晚上依旧很好睡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干杯！我好期待今天晚上的料理，是用盐昆布跟清酒腌过的鸡腿。那到目前呢，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调味，先来试试看味道。哇！比我想象中的淡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盐巴。喜欢黑胡椒的人也可以加一点点黑胡椒，一点点就好了。
好好喝。吃晚餐啦！哇，这个晚餐真的好赞哦！啊，那加这个碗，先来吃一朵吸满汤汁的香菇。这个盐昆布鸡腿。炖鸡腿，我觉得它煮面也很适合，然后当汤也很适合。哇，尤其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要进入冬天了，来上这样一锅热腾腾的，算是鸡汤吧，真的挺温暖的耶。来试试看这个鸡腿肉。这鸡腿肉就稍微腌了一下，好吃。就调味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口味。然后，如果你觉得汤有点清淡的话，你也可以沾一点酱油啦什么的。然后肉的部分也可以加一点，就是椒盐。真的好好吃哦。今天这个酒啊，真的很好喝哎。它是微醺的可尔必斯口味，然后我搭配上了煮鸡汤的清酒。好吃。洗完澡了，你羡慕我的发量吗？还好这个马台仙境露营区呢，吹风机很好用。然后大家在露营区洗澡一定要先测试热水，因为可能连假吧，那因为这边有蛮多间卫浴的，大概有7、8间吧，我没有细数。然后我刚刚第一间进去的那个热水就放了一段时间，没有热水这样。对，可能那个瓦斯忘了换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测试，然后再就是脱衣服。不过另外一间的热水真的是很稳定，然后那个水量也很大，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到目前为止也是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很安静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。刚刚营主跟营主的表弟是坚实之美露营区。对，其实这一次为什么会来呢？因为经常看到马台仙境露营区跟坚实之美度假村在那个粉专留言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礼拜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又觉得想要到近一点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稍微 Google 了一下，
原来马胎仙境在尖石然后而且就在内湾上来一点点，大概10几分钟的车程吧，真的还蛮近的。那营主他们很可爱说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就是那个一个人露营的话，还是会想要就是旁边有人这样。我说我不用我不需要旁边有人。然后谢谢他们提供的零食，然后刚刚也就是聊了一下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，我个人是觉得营主他们整理一块漂亮的地方，然后好山好水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所以我不管从以前到现在，我觉得就是互相体谅吧。然后刚刚听了营主他们讲了很多，就是经营营区的甘苦谈，那个真的，尤其大姐真的很可爱。我觉得大家到营区就是真的尽量配合营区的规矩，就像我们是来到人家的家也好，或者是来到人家的场所，就是大家尽量配合规矩吧。然后网络啊是一个当然没有限制你发言的地方，可是像刚刚营主他们就是分享了一些很特别的案例，你明明人没有到现场，然后你还可以打1颗星的负评，我其实也不太能够理解，就是这个1颗星的负评是怎么来的。对，就是各式各样吧。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露营这件事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的体谅。对，真的很辛苦啦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我们出来玩就包容一点，各式各样的包容。那当然，营主其实对路友们也各式各样的包容，真是辛苦了。然后谢谢他们陪我聊天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准备要来睡觉了。好安静哦。那马胎先进露营区，它其实是可以看到夜景，只是那个夜景它要稍微走一段距离。对，可是毕竟你们也知道我一个人在营区，那我就不去拍给大家看了，有机会你们自己来看吧。其实它整个今天的能见度算还不错，就是傍晚的时候有点起雾，然后后来雾就散开了。好啦，那我要准备来睡觉咯。早安啊，家人们！今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，拍日出。但是因为我的营位旁边其实是有树林的，然后所以我的太阳呢就被树遮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是看到了美丽的晨曦。谁跟我一样早上一定要来一杯咖啡？这就是叫你起床的讯号。昨天在这个马胎先进露营区睡了1个晚上啊，因为真的很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晚上的时候超舒服的。那温度啊，因为现在进入秋天了，日夜温差真的蛮大。
昨天晚上大概在20度上下，对有一些人来说这是很舒服的温度，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蛮冷的温度。所以这一路有带煤油暖炉，但是因为我的煤油带的不是很够，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就没有带电了。然后可能下一路就是要准备更多的保暖设施了，因为真的开始变天了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提醒大家，因为日夜温差大，所以洋葱式穿搭就很重要咯。吃早餐。今天的早餐非常的简单。又是干燥撤收的一天，第142次的搬家旅行呢，2天1夜在马胎仙境露营区。哇，真的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日夜温差非常的大。昨天30度嘛，然后晚上20度，那现在白天又是很热。对，但是还好我的营位旁边是有树荫可以挡住那个太阳，所以整体来讲的话，其实也还算是蛮舒服的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边露营的心得。其实这里大概有80%左右应该都是属于免搭帐，就例如像我背后的这个合掌屋，然后还有就是影片中大家有看到的狩猎帐。那自搭帐的部分呢是比较少一点点。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平日700块，对于我们这种单人露营的人来讲，这个花费实在是很棒。然后环境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蛮舒服，然后营主很热情。我昨天到营本部报到的时候，那个营主一直热情的邀约我吃午餐，然后还带我上来这个山顶区，因为其实山顶区距离营本部有2.5公里，所以我就没有拍营本部那里的环境给大家看了，因为我就接着就上来，然后现在呢我也要准备回去了，应该是不会再停留营本部。然后这边的话呢有漂亮的山景，然后晚上的星空也很漂亮。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多人的话，你们可以往上面走一点点，是可以看到整个新竹吧的夜景。对，其实是很美的，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12点了，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，我就不太敢走过去。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个会推荐大家来的露营区。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它的交通，从关西交流道到这个营区的话，大概是30几分钟吧。就如果以我出发的话，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的营区。然后环境还不错，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个很棒，是一个还不错的露营体验。然后营主真的很热情，真的谢谢他们的照顾。昨天还来陪我聊天，早上呢杨小姐就是还送了我2颗土鸡蛋，这样对，真的是非常大，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冬天啦。那冬天的露营要准备什么样的保暖设施呢？
很想知道的话，就看接下来的影片喽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上我追踪原家的移动城堡，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时吃喝玩乐讯息。看影片同时不要忘了给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